两个人被困在箱中箱里，逃出来一个还会有下一个。率先从全部箱子里逃出来的，就能赢得5万美金奖励。两人绝望地看向窗外，要想拿到自己的逃生工具，必须依靠队友才行。只要赢得挑战的胜利，就能为队友解锁逃生工具。第一关是穿越金字塔，全是塑料框搭建而成，稍不留神就会塌下去。狗蛋非常小心地行走在上面，并且顺利地到达塔尖，下来时就顺利很多，一路小跑的就完成挑战。轮到四眼了，他看上去就非常紧张，慌里慌张的就爬了上去，没想到刚迈出一步便险些摔下来，于是开始尝试作弊，将上面的塑料箱全部扒拉开，可不料脚下一滑，竟直接从上面掉下来。最终狗蛋赢得了这一关的胜利，铁柱则得到一把榔头，而挑战失败的四眼则只为大壮赢得一把橡胶锤，这东西毫无杀伤力可言。大壮一心只想躺平。另一边，铁柱卖力地砍砸着箱子，没想到这层的墙壁是石棉瓦，非常轻松的就砸开个洞。这时大壮再也坐不住了，双手奋力一推就打开了板子，看得四眼也是目瞪口呆，而铁柱费了半天功夫都没能逃出去。这时狗蛋提出开始下一项挑战，本轮是接木棍，接到最多者可以赢得新工具。木棍从天空中接二连三的掉落下来，狗蛋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棍，眼睛都快变成斗鸡眼了。他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挑战结束时也只接住了3根木棍，而天生斗鸡眼的四眼则有着天然的优势，只见他一接一个准，很快就准确无误地接住了4根。毫无疑问，四眼赢得了本轮的胜利，他为大壮赢得了一把大斧子，而狗蛋只拿到了一把小斧子。两人只好在箱子里开箱子，狭小的空间似乎有些施展不开，好在第2层的木板并不厚，经过两人的共同努力，外加队友的不断鼓励下，很快将木板砸穿。随着一点点的扩大面积后，铁柱已经能将头探出来了，而大壮也钻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队友也将进行第3轮投篮球的挑战，投进篮筐最多者可以赢得新工具。狗蛋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斗鸡眼里恢复过来，他扔出去的球无一例外的偏离篮筐，最终一个球都没能投中。反之，四眼则几乎做到了100发100中，甚至就连运气都偏向四眼这边，掉落下去的篮球反弹回来都能弹进篮筐。意外的是，狗蛋最后一球竟反败为胜，为铁柱赢得一把钢筋棒球棍，大壮则只得到一把普通棒球棍。可每个箱子间隔十分狭窄，大壮索性直接将小箱子扔了出来，以便于施展自己的巨无霸力量。另一边，铁柱见状也学着大壮的样子，木箱很快就变成了木柴，被铁柱全部扔了出来。就我这力量还有谁？这一层的墙壁是石棉瓦和厚木板制成的，有了空间的大壮砸起来更加卖力，每一下都力道十足。反观铁柱的工具似乎更厉害一些，很快便将石棉瓦砸穿。两个人疯狂地砍砸着，根本顾不得喘口气。他们几乎同一时间砸开了石棉瓦，外层的木板也如同纸糊的一样被敲碎了。这是一场真男人之间的战斗，两个人再次从木箱里钻了出来。最后一层的墙壁是铁皮制成的，结实程度可想而知。只有完成第4关的挑战才能拿到新工具，率先打开箱子者就能有优先选择权。两人很快便砸开了箱子，没想到依旧是箱子套箱子，他们只好抡起锤子继续砸，没想到这玩意竟出奇的结实，砸了好几下都没开。四眼使出了洪荒之力，小盒子立刻4分5裂。然而意外的是，里面竟还有一个铁盒子。铁柱继续挥动着锤子，仅仅几下便将铁盒子砸开。本轮四眼再度获胜，大壮得到一把大斧子，而铁柱只拿到了一把镐头。铁皮制作的墙壁虽然结实，没想到大壮一下便劈开个口子，这力量果真不是一般的大，再扩大一下面积就能逃出去了。铁柱则明显有些跟不上大壮的节奏，砍了半天也只砍出个小口子。反观大壮这边，每一下都显得力道十足，看着就十分解压，而墙壁更是不停的颤抖。当洞口足够大时，大壮开始尝试往外钻，他率先从里面逃了出来，铁柱只好眼睁睁看着大壮逃出去。恭喜大壮赢得了最终的胜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铁柱为什么会输？